Hello， Hello， 这个眼神，欢迎来到我的赌场，爽到了，爽到了。我们这样，我们下去之后有2个来回，好不好 OK 啊。所以这属于是你们俩共同的一个爱好吗？对，但没有，他其实是他学的是自由潜，我是水肺，然后我这是第一次体验自由潜。哦，哇哇，哦2条美人鱼，哇哦！然后我们一会儿要体验水肺。好。哇，这是什么呀？哎，这不是你运动会时候那个拍合影的动作吗？这是什么呀？哇，玩冲浪的，好发呀！说多真的跟10万的牛劲，你知道，但真的还有力气。高能量，开心的事儿总会有能量。我在这里的时候，我已经也不看看跟谁做开心的事儿。好的。这个其实还挺刺激的。嗯，挺好玩的。啊，哎呦，可以啊，还可以啊，挺有天赋的。可以的。哎，你们这项目不错，好玩啊。还是没有滑雪好了。感觉你好像有股牛劲儿。哎，真的，你知道我朋友说我什么？说我是犬类里面的梗类犬。梗类犬。然后他说梗类犬的特色就是每天都是有充满着活力。但多多确实很能调动气氛，是他的强项。它很高能量。对，高能量。但其实我觉得高能量的人，他的能量补充也会需要的非常的多。对，所以他需要的也应该是多一些的。因为他肯定得保持那个能量守恒啊，你不可能永远一直高能。是这样子的。其实我是个节奏很快的人，我也是很追求效率的人。然后我感觉最近的生活的话，就是强制性让我慢下来。哎，其实我很好奇，你之前有接触过像我这种类型的男生吗？你什么类型？你是哪种类型的男生？你说一下你是哪种类型的男生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其实很难去给自己定几个标签是什么，因为当下其实他说他是一个节奏很快的人，你想说自己是慢热的人？对，然后我不知道说我给他的感觉是怎么样，因为其实跟他的相处里面有一些没有暴露出来的部分。我还是比较担心说2个人其实在这方面节奏不一样的话，可能后面也会有很多问题。对。其实我觉得我这个人，我是一个穷追不舍的人。我当时上初中的时候玩的特别好的一个女孩，她上大学之后就把我删掉了。然后但我每年，我甚至每个月都会加她一遍。哇，就是可能也没到每个月吧。为什么？你想法是什么？我的想法就是，我觉得她的突然离开是有原因的。哇天哪！要我肯定不会这么做。要我觉得他既然离开了，我就接受他的离开。这个是他自己的决定啊，然后尊重他的决定，尊重并接受。那他就可以拒绝我。就是我觉得我才是那个更害怕错过的人。他说的也很有道理。多儿这里的意思就是他有一个明确的答案。对，就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，他需要给这么一个确切的东西。我也是这样的人，对我也会解决一个问题，我要尝试在我可预见范围内的所有方式都要尝试一遍，直到说 OK。那你是会把身边你觉得重要的人都要抓住，都要留住？对，我觉得相互的。
所以这份感情会更牢固。你怎么想？我好像很少会去故意留住朋友，因为我觉得好像，也许每个阶段都会遇到一些新朋友。是，啊，对，那当然，因为你在变化嘛。我觉得是因为你人生不同阶段，你会经历不一样的事情，你会到不同的环境，所以你会认识不一样的人。对，倒也不一定说你在变化，而是你生活周围的环境在变化。对，自然而然你身边的人就会变化。事物都是流动的。对。你喜欢杭州吗？聊点轻松的。其实我在杭州待，对，在车上不要聊太严肃的话题啊。我觉得学到了，学到了，学到了。然后我感觉我好像这辈子其实没怎么出浙江，对吧？你像大学也是在省内，家里也是在这里。那其实好像我整个人其实并没有出了浙江省，因为我一直就是在这里面原地打圈，就好像那个陀螺一样。那有人在后面鞭策你呢？就已经是到了这种地步，已经是在推着你走了。啊？那你愿意吗？你以前有处于过这种角色当中吗？如果现在站在第三视角的话，我觉得是有的，我觉得是有的，而且我觉得每一任我都有，我都有。哎。你会愿意挥一辈子鞭子吗？我觉得可能我都不觉得我在挥鞭子，哎，就像我社交起来，大家会觉得都你没必要逗所有人的。哦，这也是他们俩有不一样的点。没有刻意的逗你们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开心，我也希望我一直就是沉浸在这个状态里面的。我感觉你好像一直在做自我安慰。没有自我安慰吧？车上的对话怎么都不太愉快呢？对，因为其实我很喜欢在车上聊天，是因为确实当下就只有2个人，单独在那里相处。但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，没有2个人会说完全沟通当中都是对吧？很舒服的部分。只是变的速度确实没有到我的理想值。我觉得成年人只筛选不调整。成年人只筛选不调整。救命！暂停，这我得审判一下了。你这边的这一句"成年人只筛选不调整"，在当下，如果我作为那个女生，我会觉得确实是有点太绝对了。就你等于说你这个话，它就是意思说我不会在关系里面去做任何改变，我从今往后的感情我只筛选人，我不会去为了你做任何改变，或者是为了你妥协任何事情了。有点刺耳了。当下我觉得我听了可能会，比较失望。不是多多说的其实也是对的，但是其实我觉得2个人最重要的还是说，起码适配度可能要稍微比较高一点，然后你们在那个空间里再去做调整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们俩可能本身性格上面的一些不同吧。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在感情上你更保守和怕受到伤害，也怕伤害对方。但多多他可能是那种我管他呢，我先爱了再说，就这种感觉。那你会跟一个人在一起之前，你会预想跟他以后的很多，或者说你大概我会啊，你会想多远？就是我从跟他决定在一起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在想我们俩结婚和生小孩的事儿了。我觉得乐晨可能是得先相处、接触、磨合。多多就觉得对感情认真的前提是我决定进入这段关系的时候，我就是要这段关系是想有一个好的结果去发展的。一个是过程导向，一个是结果导向。对，但其实有时候我觉得，就是因为我其实之前跟多多一样，就是我是一个非常注重结果的一个人，所以你一直在盯这个目标去往前走的话，但凡有一点的负面反馈的话，你就会质疑当下的动作，或者说你会做得很累，你可能也会伤害到对方的感受。是这样子，还是希望说先把那个所谓的滤镜可能先给它打破，然后2个人以真实的面目去面对。如果说你觉得 OK， 然后那我们再尝试着往下。我没有说要设定这个上限，而是我可能告诉你我的下限在这里。但当下你的表达方式可能会让别人有点难以接受，确实会有些问题，有点太那个直接和，就是让人可能会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。对。
这个给你，回头你明天再看。手写信。你也很会呀。你今天看也可以，看你想什么时候看什么时候看。你管人家什么时候看呢？你都给人家，你还管人家什么时候看？真的，我觉得爱情会让你降智。军师不下战场。我觉得我写这封信的初衷，就是因为咱们刚刚看那段车上的一些沟通，就是我觉得我会要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解释，怕有误解。对，因为确实当下不是结束之后我就有这种感受了嘛，所以我想通过这个方式去解释一下。对，理解。弄巧成拙，我觉得是在感情里面你比较心动的时候，真的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弄巧成拙的事情。就是像你说的会降智，会很急。对。有点沉重，有点感慨。最后是一个比较思绪繁多的这么一个结束，留白。对，让大家给一个非常好的留白。我们来分享一下约会当晚的这种想法是什么样子的。你就从你这个开车上说吧。没有，其实，在上一次跟多多的接触之后，其实可能只是大概了解了对方是个什么样性格的呀，或者说平时生活处事大概是什么样的，但是其实没有聊得很深。然后也就是因为这次两个人就是往下一个阶段聊了，然后发现确实有些观念上面两个人确实有挺多不一样的地方。但是我觉得在当时那个状况来看，其实两个人聊天的状况还是蛮舒服的。留白吧。其实我们每一个这个陪看呢，都有这么一个环节，就是这个心愿漂流瓶。具体解释一下，就是上一次陪看的嘉宾会把他自己的一个问题或者任务留给我们，然后我们要抽取这个里面的一张，帮他实现或者回答他写的这个东西。所以呢，轮到我们来抽这个东西了。那就新来的是客，就兰兰先来吧。好的，那兰兰就抽蓝色吧。我的这张是抽到这张卡的朋友，下次跟我们一起去滑雪，2个月内执行，曾招好。我要跟 CP 去滑雪了，对，恭喜你！我要去当电灯泡了。我是跟郝运去跳舞，我们俩能不能换一下？我要滑雪。天哪，我不会跳舞啊！不是，这个是薛哲阳的那个。是啥？是啥？看看。你好，请拍下你们当下的这个瞬间，微信发给我，谢谢。我一会儿就发给他。完了，他是美梦破灭了呀。他想加女嘉宾微信。那我们现在就是下一个环节，要写我们3个的任务或者问题。就是要写你可以挖坑，你也可以祝福，就随便想写什么写。但我跟你说，这个回旋镖终究会落到自己头上的，所以你也想好。好。写什么呢？我看你这个好，他咋写的？抽到这张的人拉着坐在身边的人1或2个人做最丑的鬼脸自拍，发给我看。下一位来一起跳舞，因为好运写的是要去上海跟他一起跳舞。我写的有机会一起去跳伞、拍照并发小红书。还是最后这个老规矩，一起来拿这个拍立得拍下我们的这个来吧精彩瞬间。好的，你在最前面，我在最前面。陪你看心动，心动不散场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